乌克兰跨境突袭库尔斯克，35名俄军士兵投降。俄军攻入纽约村并竖起旗帜。乌军79旅连续2次击溃俄军机械化进攻，灰色地带扩大。美军从尼日尔撤出最后一座空军基地，同时加强在欧洲、中东以及朝鲜半岛的防务力量。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据 ISW 战区希望之声以及俄国防部和联邦安全局的消息显示，8月6日，来自乌克兰第22机械化旅的300名战士，在11辆坦克和20多辆装甲车的支援下，从乌克兰苏梅东北部边界的苏贾检查站沿 H07R200 高速公路跨境突袭了库尔斯克地区尼古拉耶沃达里诺和奥列什尼亚定居点附近的俄军基地。根据现有的视频显示，在库尔斯克州境内出现了大量受损的坦克和装甲车。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这些受损坦克和装甲车是俄军预备役部队和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在反击乌军突袭过程中造成的，并称至少摧毁了16辆乌军装甲车。库尔斯克地区代理州长阿列克谢·谢米尔诺夫也表示，俄罗斯边防部队和士兵击退了对库尔斯克、苏贾和克列涅沃地区的入侵。但据 X 平台传出的视频和文案显示，乌军在成功突入库尔斯克境内后一路突进，深入到距离边境超过10公里的地方作战。甚至有军事博主称，乌军正向库里洛夫卡和贡查里夫卡推进，并且在突袭过程中，乌军成功俘虏了35名俄军士兵，正将其押往库尔斯克边境。截至8月7日上午，乌方有消息传出称，乌军已经占领了库尔斯克4座城镇，但尚未提供相关证据。不过，结合乌俄双方的消息来推算，这4座城镇分别是夏克林、斯维尔德里科沃、尼古拉耶沃达里诺，以及只有乌方消息说的乌军已经攻入的苏贾。据悉，6日晚上，乌军部队就已经在苏贾北部完成了集结，7日早上开始了进攻。其实乌军此次突袭行动早有预谋，在此之前，乌军不仅连续打击库尔斯克、比尔格罗德等地的防空和电子战系统，更在7月31日远程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库尔斯克的750、79军事单位总部，致使俄本土防御空虚，这才有了此次突袭的顺利进行。至于亲乌的俄罗斯志愿军和俄罗斯自由军团有没有参与了这次突袭行动，据乌克兰媒体乌克兰新声音援引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的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俄罗斯志愿军部队绝对没有参与突袭行动，而俄罗斯自由军团的代表则拒绝对突袭发表评论。但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突袭库尔斯克的部队正得到 BOKM-1 移动防空导弹系统的掩护，想来是参与了。而面对乌军的跨境突袭，俄国防部声称，除了上述的击退外，还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展开了报复打击，袭击了苏梅市内以及周边多个定居点的武装部队人员和装备集中地。对此，乌军第22机械化旅没有发表评论，但表示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地区的边境定居点正遭受俄军炮击。乌克兰总参谋部则表示，其军队在苏梅地区击落了2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架直升机。此外，对于接下来的战斗，火力军也示了期待，因为要解救库尔斯克，光靠库尔斯克的边防兵肯定是不够的，调遣顿巴斯作战的俄军回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但俄军受制于乌克兰境内作战，顿巴斯俄军想绕道解救库尔斯克，至少需要1天或更多时间，这留给乌军很大作战空间。恐怕普京也没想到，自己想建立的缓冲区，最终居然会在俄罗斯境内完成。而且火力军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大家说，若是不考虑补给，乌军会不会一路南下，绕到梅利托波尔乃至克里米亚后方发起袭击呢？在顿涅茨克、托列茨克方向，俄军进一步推进。据 ISW 报道，8月6日，俄军第9摩托化步兵旅的士兵经过一系列人肉攻击后，成功闯入纽约村西北部的哈哈里纳街道，并在其中一座建筑物上升起旗帜。乌克兰真理报也报道称，驻守的乌军第32机械化旅因武器装备差距，虽仍在顽强抵抗，但也损失惨重，情况十分危险。此外，俄军还在基罗维、德鲁日巴和扎利茨内进行推进，致使驻乌守军被包围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此外，在托列茨克南部，俄军8月5日和6日也加大了潘杰利莫尼夫卡附近乌军阵地的袭击。在红军村方向，俄军进攻力度依旧。8月6日，该方向发生了31场战斗。据最新信息显示，俄军在这个方向上死伤达235人，有至少10架无人机、4辆装甲车以及多套火炮系统被损坏，但前线却没有明显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俄军正加速向热兰涅北部和东部推进，试图沿路包抄乌克兰西岸的据点。在库拉霍沃方向，俄军再次向第79空突击旅阵地发起了连续进攻。据悉，俄军趁黎明时分派遣由1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组成的纵队向乌军阵地发起突袭，但遭到乌军第79旅和第471独立步兵营的强烈抵抗，最终4辆装甲车被摧毁，1辆受损，坦克车组人员逃脱。当天晚些时候，俄军派遣1辆坦克和2辆装甲车进行第二次尝试进攻，但也失败。坦克被击中后，其余车辆就进行了撤退。据悉，俄军2次袭击造成32名俄军死亡，26人受伤。但不得不说，由于俄军持续发起大规模机械化进攻，导致这里的灰色地带正在变大。有趣的是，俄罗斯宣称占领的42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好像是假的。据 ISW 报道，8月6日，绍伊古表示，自2024年6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以乌克兰投降作为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以来，俄方称已经占领了约42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但据 ISW 观察到的证据表明，自6月14日以来，俄军大约只占领了约29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其在2024年的战斗中并不活跃，仅仅是从6月18日开始才加大了对托列茨克方向的攻击强度而已。也就是说，俄军指挥部一再夸大前线俄军战果，隐瞒了俄军在乌克兰的真实情况。8月6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一系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 ISW 援引乌克兰空军司令米科拉·奥列什丘克中将报告显示，8月6日当天，俄罗斯从沃罗涅日州向基辅州发射了4枚伊斯坎德尔 M 或朝鲜的 KN-23 导弹，从亚速海空域发射了2枚 KH-59 巡航导弹，从克里米亚和库尔斯克则发射了16架见证者136、131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4枚以及15架无人机。据基辅州军事管理局报告说，来袭的俄导弹、无人机以及爆炸产生的碎片破坏了乌克兰境内多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当然，乌军对俄本土目标的打击就没停过。据比尔格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表示，8月6日凌晨，当地及周边地区就拉响了导弹警报，但仍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情况。代理库尔斯克州州长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表示，8月6日，库尔斯克地区有26架无人机被击落，其中在苏贾镇有5人因击落的碎片而受伤。据国防新闻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表示，美军已于8月5日撤离在尼日尔的最后一座空军基地，虽然目前仍有部分人员留在当地，但根据计划将于9月15日前完成最后阶段工作，届时美军将完全撤出这个萨赫勒国家，结束双方长达10年的国防关系。据悉，201空军基地5年前才完工，是美国斥资1亿美元打造的无人机基地。据非洲司令部司令兰格利上将称，该基地的关闭可能会影响到美军对非洲国家的请见侦能力，从而导致反恐能力下降。要知道，据澳洲悉尼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显示，非洲萨赫勒地区因恐怖活动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例已从2007年占全球死亡人数的 1%， 到2022年时已提高至 43%。 美军虽然从尼日尔撤出，但也加大了在欧亚和中东的防务。据美国陆军时报援引美国陆军7月中旬宣布的秋季轮调部署计划显示，美军将自本土派遣3支旅级战斗部队前往欧洲、朝鲜半岛以及中东地区，加强同盟的防务力量。这是继美军春季调动7支部队前往海外盟国后所再度展开的大规模部署行动。根据这项轮调部署计划，第1支旅级战斗队是美军第1装甲师第3装甲旅级战斗部队，来自德州布利兹堡基地前往欧洲，接替第4装甲师第3步兵旅级战斗部队来承担欧洲的北约协防任务。第2支旅级战斗队是美军第10山地师第1步兵旅级战斗部队，它预计将由驻地纽约州德拉姆堡远赴中央司令部辖区，来接替新泽西州国民兵第44步兵旅级战斗部队，从而维系驻中东美军基地的安全，并加强中东的区域稳定。第3支旅级战斗队是素有幽灵旅之称的美军第2步兵师第1史崔克旅级战斗部队，它将以海运与空运的方式前往韩国，接替2月下旬部署至当地的美陆军第3骑兵团。在展开轮调部署任务的同时，后续将与韩国陆军合作开展多场演习，来维系美国对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承诺。据美国国防博客 Defense Blog 8月4日报道，乌克兰空军近日公开展示了一款名为 Skynex 的防空系统。Skynex 由莱茵金属公司研制，
是天兵防空系统的升级版，它将指挥、侦搜与火炮系统进行了模块化设计，使其能根据用户需求搭配不同火炮、防空导弹或雷达，能够有效针对各种空中威胁，包括导弹、无人机、飞机和直升机等。在侦搜系统方面，它配备有 XTAR-3D 多波段雷达以及 MSU 感知搜索集成系统，最远可探测到50公里外的敌方航空载具，甚至是巡航导弹等目标，并能实现自动分类，由操作员判断是否需要开火。在火控系统方面，它配备有35毫米防空快炮，能执行反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任务，这让 Skynex 拥有了一个绝对的成本优势。当面对无人机的时候，防空快炮的效果和性价比远远胜过动辄数百万美元的导弹系统。此外 ，Skynex 还能够拦截巡航导弹，它强大的整合性使其能够从统一的指挥中心接收目标信息，成为综合防空系统的重要一环。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比利时计划进行重大海军升级，已在2029年之前实现北约的目标，将国防开支由目前 GDP 的 1.3% 提高到 2%。该升级计划主要包括2方面，一方面，比利时和荷兰签署了一项协议，将采购4艘新型反潜战舰，这些护卫舰将采用先进的信息战、反潜战和强大的自卫能力来抵御水面威胁。另一方面，即比利时、荷兰的替换水雷对策计划，为加强水域威慑力，该计划涉及建造12艘新的反鱼雷船，以及大约100架无人机。这些反鱼雷船将配备各种用于探测和中和水雷的无人系统，大大提高海军的水雷战能力。目前，第一艘反鱼雷船奥斯坦德号已于7月17日在孔卡尔诺港口附近海域试航，首批交付计划于2024年底在比利时泽布吕赫举行，预计到2030年将具备全面运营能力。据中时新闻网8月3日报道，此前波兰订购的32架 F-35A 第一架现已完工。据悉，该采购计划初定于2020年1月31日。波兰为了实现军备现代化，以应对不断升级的区域安全威胁，特意向美国采购了32架 F-35A， 而目前已完工的这架 F-35A， 其编号定为 AZ-01。它将会被送往阿肯色州艾宾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该基地后续将成为波兰飞行员的培训基地。而且据美军表示，这批新战机不会继续使用波兰空军典型的迷彩涂装，为了维持战机的隐形性能，将会选择低能见度的棋盘设计。此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认为，鉴于波兰和美国空军在无人作战系统的需求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不排除两国会在有关无人机的项目上进行合作研发甚至生产工作。据美国防务新闻8月1日报道，美国陆军已与雷神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1亿美元的合同，将为波兰生产新型的 LEDMATS 防空雷达。根据协议内容，该新型雷达的生产工作将在马萨诸塞州进行，预计于2028年完成。LEDMATS 雷达具有3个 AESA 天线阵列，包括一个大型主天线和2个侧天线。这种独特的设计可以让其实现360度全方位覆盖，同时探测和跟踪多个目标，包括飞机、直升机、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等。至于新型的 LEDMATS， 美国陆军表示其还处于研发阶段，目前已完成生产工作的成品较少，计划投入使用的仅有4台。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早些时候，这些新型 LEDMATS 已经完成了多次测试，包括在一次实弹测试中成功探测并打击了一枚在高空高速飞行的巡航导弹替代品，以及协助一枚 SM-6 导弹实现了对目标的高精度拦截。尽管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向波兰交付新型 LEDMATS 的具体数量，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批新雷达系统将会与波兰爱国者等系统联合运行，进一步加强波兰的空防力量。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用户8月2日报道，目前罗马尼亚仍然有3个战斗营在使用过时的 T-555 坦克，总共约有162辆，这也使得罗马尼亚成为了唯一一个还在使用这些破旧坦克的北约国家。
为了能够实现尽快国防现代化，罗马尼亚计划对其坦克部队进行升级，其中 M1A2 V3 坦克成为了罗马尼亚的首选。该坦克是 M1A2 主战坦克的现代化版本。在动力方面，它采用 AGT-1500 燃气涡轮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67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为426公里。在武器方面，装备有一门120毫米滑膛炮、一挺 M240 通用机枪、一挺 M2 重机枪，并附有通用遥控武器系统，以增加战斗的多功能性。鉴于其在攻击、防御、机动性以及网络能力等各方面都比较突出， M1A2 SIP V3 已经被波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采用。罗马尼亚也和美国签署了一份采购合同，将购买54辆 M1A2 SIP V3 坦克，包括12种基于坦克的衍生产品、弹药和训练模拟器，总价值约为 10.7 亿美元，将于2026年开始交付。然而，即便新增了54辆 M1A2 SIP V3 坦克，也不足以完全更换掉3个战斗营的 T55坦克。对此，罗马尼亚军方官员表示，其坦克部队计划购买大约300辆坦克，但并非所有坦克都一定是艾布拉姆斯坦克，可能也会涉及到其他先进坦克。据美国国防新闻8月1日报道，隶属于美陆战队第3陆战航空联队，有着熊猫之称的第311战斗攻击中队，已接装足量 F-35C 战机和支援装备，且拥有足够合格的特战人员。在完成各自作战任务训练后，已正式通过初始作战能力测试，确认具备执行作战任务能力，成为了美陆战队中继第314战斗攻击中队后第2支可执行作战任务的 F-35C 中队。据报道称， VMFA-311 创立于1942年，曾参与过第2次世界大战、波斯湾战争等多项战役，但因某些原因在2020年被裁撤，直到2023年4月，美陆战队才对 VMFA-311 进行重启，故而其接装 F-35C 并形成战斗力的速度在第314战斗攻击中队之后。从复编开始， VMFA-311 便接装了 F-35C， 并进行相关项目的特别训练，迄今为止已完成超过900架次、近1700小时的飞行时数，并已于2024年7月25日完成首次独立实弹射击演练。VMFA-311 下一阶段的计划是希望能够在2025年实现接装完整编制的10架 F-35C， 并达到全面作战能力。届时，美陆战队将会拥有2支具备完整战力的 F-35C 中队，可随航舰执行任务，支援在全球各地部署的陆战队友军。7月30日，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对外宣称，将暂停 NGAD 计划，以重新评估其战略和方向。其实在早些时候， NGAD 计划就已经传出了因预算不足或遭大砍甚至暂停的消息，但当时美国官方并未对此正面回应。如今随着肯德尔的发声，这项计划被彻底定性。不过肯德尔表示，虽然 NGAD 计划被暂停了，但是其他空中优势项目仍在快速推进，如 CCA 无人机项目、更先进的航电设备等，而且美国空军内部也在考虑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持自身的空中优势，如将 F-22 Block 20战机进一步升级。F-22 Block 20具有先进的隐身技术和卓越的机动性，它可以用于跟踪和识别空对空威胁的先进传感器套件，以及在其空对空配置中携带6架 AIM-120 导弹和2架 AIM-9 响尾蛇导弹，具备一定的战略威慑力。目前 F-22 团队正在努力规划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包括部署更加先进的传感器、武器和其他能力。而美国空军也已向美国国会发送请求，希望国会批准剥离 Block 20。美国空军表示，目前有32架 Block 20飞机在服役，如果将这些飞机全部升级到 Block 30、35标准，将大幅增强其航空电子设备、传感器以及武器系统的作战能力，足以使其符合现代作战要求。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乌军跨境突袭库尔斯克后，大家觉得接下来会如何行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